大家周末好，欢迎回到交易之恩。我们从数据出发到实战中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内容非常多。那么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信息啊，有一些杂，也非常多。希望大家呢能坚持把我的这个逻辑看完，因为这些个逻辑是大量数据收集和思考的一个结果。我特别不希望大家最后就记住一个所谓的结论，因为我们的结论是根据大量的这个数据分析之后啊推出来的。那么中间哪个地方出错，这个结论可能就不成立了，而不是说大家记住一个结论，对了那就是自己棒，错了就来骂死胖子胡说，对吧？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看完我们这个逻辑。那么今天的这个消息或者说也是非常多的，那么整个市场现在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今天分为3个非常大的块。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宏观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衰退的这个信号或衰退的迹象了。然后呢，我们在市场中，我们在技术上或者说我们多维度的一个模型上，我们又发现了买入信号的一个激发。那么这之间其实是有很多矛盾点的。那我们历史回测和我们当下的环境该怎么去看？那么我想上礼拜大家最需要关注的，或者说认为对市场影响最大的就是英伟达。那么英伟达它的这个市场这个走势的后期我们是如何看的？我知道前面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它能不能去比如500，能不能去450，还能不能去多少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预测和猜测对于我们的交易，其实是我第一个是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第二个是我实在是不认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猜测能对我们的交易有任何的帮助。那么所以今天的话，我想从整个这个逻辑链和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对于英伟达做的这个功课来跟大家做这么一个分享。那么在视频的最后方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就是说前段时间一个朋友不停留言嘛，说我们短线交易是不能盈利的。那么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短线交易我是如何去思考的，我通过什么方法来克服我们 FOMO 的情绪来去做短线。那么我的短线交易的几个策略的表现和我自己是如何思考和如何去设计的。那么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如果我的视频在某些方面能够帮助到你，那么请您为我点上一个赞或者去转发。我没有做太多的优化，我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口碑和我们人传人word of mouth 大家推荐的方式来让我们的频道来增长。这样的话呢，有更多的朋友能看到我的分享，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在市场中建立更好的理念。那好，我们今天进入今天视频。好，我们说了这是今天的主要的一些内容。我们进入今天的老三样市场的投资。那我们可以看从周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礼拜的涨势最凶猛的2个股票，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那么我称之为哼哈二将那么这个礼拜主要就是不管我们日内交易、波段短线交易，主要就是玩这哼哈二将。那么这哼哈二将在这段时间表现是非常的抢眼。那么后面我们该如何去判断它？我们在后面会具体的讲。那么市场上的那个散户的情绪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冰冷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能继续看牛的人又少了。所以我们看到市场上我们的怎么说呢？原来一本书叫做《乌合之众》其实呢不只是普通民众，包括一些小的基金尤其像对冲基金什么的，他们都是，就是说当市场涨的时候，大家都是价值投资者，那认为这股票你再不买就不再买就没机会了对吧？等它下跌的时候，大家都无比的悲观。而且这个 sentiment 大家看，这才1个月就从50%的看多，这才不到1个月，这20天就从50就变成30了。也就意味着市场只要给你几根阴线，那大家瞬间就从什么呀？瞬间就从我们非常的价值投资看多，非常有信心，变得非常恐慌。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市场，就是人性。就是因为市场不有效，我们说如果市场完全有效的话，那么这些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因为市场不有效，就是因为人性永远不变。我们可以复盘从1920几年的数据，1890几年开始就有。你可以知道那几个简单的技术指标为什么超买超卖会有这个概念，而一直都可以用，就是因为市场不管怎么变，人性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现在这个有自媒体非常多的时代，我们的人性的这种变化，这个情绪，它变得更加的走向极端的这个概率是更增加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市场中其实交易的机会是增加的。
只要你能克服你的，对吧？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看 AISM 的 number。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就是几天前的视频，其实讲了，就是 mutual fund， 也就是互惠基金，在这个高点，它由于基本面不能支撑，他们的卖出是非常强烈的，而对冲基金反而在这段时间加仓。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聪明钱和傻钱的一个区别。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话，那么市场上它的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持仓量已经到30%多了，意味着从上面将近100%仓位，就在这一个段时间快速的就把它给什么呀dump出来了，就快速的有点减仓。那么标普也在这段时间下降了大约55%以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下降和它比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还有股票回购的窗口比较强，所以一直在支撑着它的这个买入。那么你现在的这个 index 大家看只有34点多。那么意味着最低的这个线其实是20，如果我们在下周出现一个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线，大家可以看到，那说明什么？说明大量的机构他们的持仓已经开始见底了，也就是说大量的能卖的都卖了之后，场外的资金一多了之后那就容易是对多方有利，对吧？因为场外资金多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关注这个数字的话，这个地方是利于多头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 sentiment 和这个 sentiment 两个数字来说都是利于多头的都是利于多头的。那么它都没有到极限或者极值，因为你看看你自己的很多想法，再看身边的朋友，你可以知道他们没有非常的恐慌，但是现在来说已经是利于多头。我们来看一看多头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或者说数据。第一个呢，我们看 Sentiment Trader 他给出了一个就是 OECD， 就是开发中国家他们有一个叫 Leading Indicator 那么只要 for United States 的话，那么现在是回到 99.4， 那么它的一个衰退的这么一个数值在向上攻的情况下，在历史上它很难大家知道很难，你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个月线图，大家注意这是个月线图你这个月线图上往往它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买入机会，但是它是看月的。那么如果我们的经济在这段时间实现了真正的软着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面的表现都不会太差，也就是在6个月或者1年左右的收益100%都是正数。所以说哪怕你买在这儿之后，你看你差不多半年1年以后还是正收益，这儿也是差不多半收益，但是你看这是个月线图，所以说这个地方你要是做它做交易来说，那是稍微差了一点。那么我们从这个一会儿我们从技术分析上说，我上周或者是上个视频跟大家讲到，我们底部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我们看 NYMO 它的一个超卖之后，它要出现这种 higher low 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大家看多次的底部全部都有这个特征，那几乎 higher low 是我们看底部的特征或者说必要特征之一。那么现在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如果股价能出现一个新低的话，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背离就明确出背离。所以说这两点我们可以看，从大周期上偏多，那么在小周期上也是日线行情上，那么这里也是一个也是偏多的。那我们再配合上面的这两个，我们可以说现在这个市场中是一个偏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说偏空的一个状态，大家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大量的资金仍然是流入了 T-bill， 就是我们的 Treasury， 就是这个国债、短期国债这种。那么股市的资金是流出的。那么我们如果是看空，也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大家比如看我们看美银的这个更新，其实非简单，就是 Central Bank Liquidity， 就是 Liquidity 里面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ech stocks， 就是说如果大家看还是这是月线，大家注意还是月线图。月线图往往它们两条线之间那个差别不是特别大，往往大家看，虽然这个19年你好像看差很多，如果当时只看19年的图，它们之间差别没那么大，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位置上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也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包括一个是国债和股票的一个对比，国债现在非常的便宜，而股票贵，也就是国债对股票来说，股票是当下定价几乎历史最贵，同时 Central Bank 也就是中央银行，不管哪个国家的，它距离我们股票的这个差值非常的大，那么这些都是强烈看空的。那么包括我们看这个地方，我们说的就是 Home Builder 也开始进行转向，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这里已经出现 recession 了。那么
消费的数据在这段时间极其之弱啊，那消费数据开始走弱，然后呢，我们的房地产，尤其是 home builder 开始建新房的能量在变弱的情况下，那我们其实是明确看到了一个 recession 的这么一个迹象啊。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那另外我在网上找到，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叫做 annual change in monetary supply leads to inflation， 大家也看这是也是月线图了。那么现在的这个 money change， 大家看这个 monetary policy， 那就是现在的货币供给是极度的向下。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所看到的 recession， 其实就是衰退，距离我们生活是非常之近了。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宏观上我们判断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空，而且这个空是在最近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加强。那么这个是否引导我们去交易呢？这个短时间内在它没有变现之前，我们暂时不需要担心。也就是说，我们暂时不能说，还是那句话，你不能每天跟别人争得热火朝天啊，看这个什么啊，做这个什么多空啊，搞宏观分析，然后5分钟一个就卖了，不能是这样的，而是说它本来就是月线图。我们要知道，一旦向下真的出现了这种大规模的 sell off， 那就不会是一个短期行情了，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下跌，或者说时间比较长的一个行情。那我们再回到看到我们的这个叫 dynamic curve， 也就是我们的曲线。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这里面大家看啊，在这个08年的时候啊，07年一过08年的时候，它这个利率曲线是正的，就是07年之前它倒挂过，大家看之前它倒挂过，06年是倒挂了以后，07年的这个06年底这个倒挂和07年的倒挂其实是不是特别厉害，大家看不是特别厉害的情况下，那么危机出来的时候，当它迅速调正的这时候，那么我们这后面就倒霉了。那么你看前到2000年也是，你看它走，哎，倒挂了，倒挂以后当它倒挂加深的时候，看它往正了调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往往是迅速下跌的一个时候。所以说我们看到倒挂了以后，不是说应该非常它往正了调的时候你应该高兴，这个时候应该着急。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出现倒挂了以后，大家看这个倒挂非常厉害，而且倒挂越来越厉害。大家看现在这个倒挂就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就是这个2年期的或者短期的3个月国债，它收益都快5%点多。那么你下面的这10年期和20年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倒挂，那么它真正的最大的一个风险，大家看这个倒挂的非常厉害。那么真正的一个风险是什么？是回到这个正向，就 normal curve。一旦回到 normal curve 的时候，就从倒挂往 normal curve 换的过程中，是我们整个宏观上最那什么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希望的是什么？我们这个有点跟大家反映了有点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希望的不是美联储去马上降息，而是美联储停止加息到降息转化的时候，反而是危险。就当它一降息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看这个地方，它这个倒挂，大家看这个地方是小倒挂，就是20年之前。那么它一旦倒挂的时候，瞬间它就把这个利率降低成0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才是危机的开始啊！或者说你看08年也是，当它一回到正挂的时候，就正向 curve 的时候啊，随着这个 curve 的加深，那么它其实才是一个真正有问题或者真正出问题的开始。所以我们这时候只要观察利率曲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从倒挂往正挂做，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加息结束，转为降息的时候，市场可能会经历一轮所谓的狂欢。那么这个狂欢一结束了之后，那我们真正的问题，真正的一些风险就会在宏观风险的这个时候得到释放。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对于宏观上的分析，那么跟我们微观上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好，另外我从2点跟大家出分。那么第一点呢，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市场上关于 put call ratio 的话，那么这个 Urban Armel 在他的这个上分享的就是现在这个数值是比较高，当历史上除08年以外出现数值比较高的时候，往往这个地方在市场中偏恐慌，它就是一个相对的底部。那么另外呢，我从网上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 dealer 的 gamma exposure 来到了历史上几乎最低。那么历史上几乎最低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波动，那么要不然的话向下推非常大，要不然的话那么这个底部会相对形成。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好，那么我们回到技术分析，跟大家分享一下技术。好，我刚才看了市场深度，我就说市场的宽度吧，在这个地方是利多的。那我们再给大家讲2个利空的，一个是节气上是利空的，一个就是说大量的被动资金要卖出，而且这个量是特别大的，差不多一天呢能有6个 billion 左右的量。只要它卖光了以后呢，市场可能才会出现一个
才会一个结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市场当下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恐慌的状态，但它没有达到极值，但同时市场深度上这里是已经利多了。那么市场上又面对着我们现在几乎9月的给大家一会儿看一个图吧，就是9月的从2周的角度来说，9月的上半旬，也就是9月的上半2周，可能是这个一年里来最差的2周之一，好像倒数第一还是倒数第二。那么意味着我们在这个环境下，就大家都是这个大的 trader 们就是从度假呀 Labor Day 以后才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容易出现一深坑。再加上我们说大量的被动资金在这个位置上都有很多的仓位要疯狂的卖出，我们又看到了市场上这个 dealer 的 gamma exposure 是非常低的，那么也很容易引发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更厉害的这么一下杀。那我们来做一个推演，来看看，就说我如果遇到什么情况，咱们来去做一个应对。好，那么基础分析上，我们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这是纳斯达克 NAMO 的走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就是形成了我说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higher low 的状态。那么再往下看的话，我们说市场的深度现在都没有变得太厉害，但是我们可以看就是当下市场上，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回调是一个咱们说 pullback， 就是说这个回调而不是这种大型的这个就是 sell off 的话，那么它现在的深度其实已经来到了一个类似50左右的地方历时50左右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其他的比如数据我们现在看深度是在这个键上都是一个指向了一个什么呢？指向了一个叫做弱回调，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实现了一个不是大规模下降的这么一个回调的这么一个底部，有可能就是在这里。好，我再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我从就是有多少股票在20日均线之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这一轮的这一个下跌吧，它的这个20日股票有多少只股票20日之上？其实 NDX 已经是在20%以下了，算是一个中期的底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50日均线左右的话，也回到30%多，就说他们都没来到一个所谓的极值，就说他们没有来到所谓的极值，但是市场的深度已经来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偏多的这么一区域，就说明市场上其实已经该抛的都抛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就是其他的，从就是 K 线的角度来说，我们来对 K 线进行一个分析。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长期来说这里还是一个什么呢？多头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吧？就是大周期大家注意大周期，你日线上这里当然是向下了，但是从大周期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不是还是大的均线都是向上嘛。然后呢我们说这连续这个下来之后，大家看就这个位置上盘整。那么我们怎么去做一下它的这么一个计划呢？我们来做一下一个小周期的计划，比如30分钟的。好，小周期上我们看到一个30分钟，对吧？现在我们是30分钟图，那么30分钟上我们看到的是一波下跌。那么这个走势，如果我们非要数浪对吧？数浪的话，那么你这就是一波两波，这是2波之后，那么看这是一个第3波，然后第4波之后，那么现在这是形成第5波。那么第5波的结束，其实你可以是一个，比如说这下来之后做一个 higher low 或者 lower high， 对吧？higher low 或者是 lower low 都可以lower low 都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这一波的一个结束，如果是一个新低的话，走比例再低一点，其实它的底部就更坚实。其实我们认为这个底部的信号会更好。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是看一个日线上，好，那么日线上的走势的话，我们在这个日线上，我们在这个 QQ， 像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紫丝带上爆发了一个这个买信号，我们的发大财。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我们 SPY 的这个走势 ，SPY 的走势。那么 SPY 的走势上，那我们也看到这里就出现了一些就是一个底部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所谓紫丝带的这么一个支撑。那么就是在均线，还有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市场上的观察来说，那么这里面其实出现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可以一个做多。从日线上其实就是一个做多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你每次它都不可能抓到那个最低的点，所以我们说后面不排除出现什么情况，不排除出现一个，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个上涨然后再下跌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向下还有更多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呢进行一个做多。好，我们来看30分钟的 SPY 或者 QQQ 吧，都行。
他们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走势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是一个空头排列啊。那么你说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让你难做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形成了一个支撑，对吧？这里形成了阻力，原来是支撑，这里形成了阻力。那么下面的话它又是一个 higher low。那么这个位置上，如果我们说刚才我们说的利空的这两个条件它都出现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说9月的上半旬，那么这个地方一个系统性卖压，或者说我们这个地方震荡的话向下走，或者说它在这儿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下杀，那么我们说深度上一定会有一个背离出现，加上我们所说的一些市场上情绪恐慌或者是资金的量都是走向了，就是从现在一个偏多的状态，就是一个比较利多的状态走向了一个极值。那么当你这个状态形成了一个极值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发现什么？发现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一个底部出现就是比较坚实的。那么这样的走势就类似于什么样的走势？那就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盘整。就比如说我们这里，这是一个下跌，这是一个上涨。那么这儿下跌，下来之后，那么这里一个突然上涨之后，这里一个下跌没有走完，它走出了一个类似于这样再弹一下，或者说最后再下来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它一个非常恐慌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恐慌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进行一个什么呢？左侧的进行一个买入，它的机会自然就出来了啊。那么有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里确实有很大的量卖出，而且市场上在卖出的过程中，发现仍然有接盘，在这里接盘，把它的速度降下来，就意味着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上再做一个盘整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考虑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布局。那么这就是我们当时说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要扛住我们扛住什么呢？它的一个市场深度的力度，那么节气上的这么一个利空，加上我们有大量的被动资金的一个卖出那么回到说我们技术分析上的一个日线图，那么我们说这是我开发的这么一个系统，在这个位置上爆发了一个什么呢？我们说的黄色的一个发大财买入信号。发大财的买入信号，那么之前出现的次数的话，比如说有没有错的呢？有，就比如说像这个位置上就很容易错，我们换成 QQQ 的那 QQ 那我们之前找，这个地方没有了，就是说像这个位置上，对，这个位置上，大家看这个位置上其实就是错的，那么你就容易亏。那其他的位置上基本上大概率吧，就是说大家看还有这个位置上就是有可能是错的。那么基本上其他时候出现的时候，你看比如这个位置上它是对的，但是它也不是最低，后面还有一个低点，那么大概率就是说你看这里也有一个低点，就是它不会说我们不会说抓到一个最低最低，那么大概率，但是知道我们这个位置是进入一个底部区间了，所以我们刚才从30分钟上就可以看，如果这里再出现一个新低，那么市场上的恐慌状态会增加，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利用我另外就是整个这两套系统是一样的注意30分钟和我日线的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上就是一样的，你如果有 Access 这两套一样，那么就是日线上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类似于底部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状态的一个区间，我都已经把它综合好了，这些分析都综合到这种所谓的信号里面，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30分钟上去找它一个向下的，如果向下的话就这样一个底，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向上翻的过程中，我们的绿色和紫色带一旦形成了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大家注意就是向上的震荡之后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每次对于绿色带的一个回调或者紫色的回调仍然可以在这儿进行一个均线上的一个交易，比如说你看你这儿做了一个震荡之后再向上之后，大家看这不还有一个回踩紫色带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不断的回踩绿色带的机会，都是我们再继续开仓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机会有的是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现在整个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就跟大家讲，宏观上我们极度的一个利空，然后我们日线上这里是个底部区间，但底部区间它现在所有的指标和我们所看到的指标并不是特别极致，一旦出现向下，而且是我们这里有利空的因素，但对它进行疯狂释放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所谓的恐慌底。那么这个地方你如果能抓住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非常好的计划。所以说，那么这一段我们就是对于宏观上给大家就分析到这里。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的这个关于英伟达和我们操作的这些更新。好，那么操作的更新的话，我们这里有几个操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波段操作，我这买回了 EDU 买回 EDU。那么波段操作呢，就是短期的操作了一下这个，我给大家看一眼短期操作了一下 mRNA 我们在这里短期操作 mRNA。那么
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地方做了 BA， 然后它出了一个消息之后止损了。然后呢，中长期的地方呢，我又开了 MRA。那么我们的这个爱照顾这个系统呢是做多了8月18号做多了道琼，然后做多了亚马逊。说实话，当时是同时出了好几个信号，我给大家看一眼啊。就是当时我们在这儿是出现了好几个信号，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好几个信号，那么同时激发。那么从我们看到是苹果、微软、Meta、亚马逊同时激发。那么这个时候呢，系统选择的是亚马逊，因为亚马逊在那个位置上回调少。然后呢，就是我做了这样，然后我人肉做起来给大家做了一个解读。那么这个位置上的话，我们就是系统选择的是这个亚马逊。但是它的表现比 Meta 和其他微软还有是苹果都稍微差了一点。这个地方，所以它的盈利就少了一些，这里是大约1%多。然后呢，道琼这个位置上基本上是平出的，这是基本平出。那么秦龙这个段的话，我是这样的，我就是只有非常好的机会，特别多的指标共振我才会做。所以从3月、5月、6月和7月的交易之后，到现在都没有这种秦龙的一个交易，都是一个波段交易，比如像 MRA 啊什么的，这都是波段交易。对，是这样的。所以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有朋友问啊，就是我们 Discord 这个，除了我每天几乎都要做功课啊，一会儿给大家再讲讲做的这个功课，还有就是交易，然后每天我们复盘的这些东西我都有以外，那么还有朋友问，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iAlgo， 它的特点就是说我尽量的去选择啊，我们尽量去选择这种交易频率低一点的，然后呢，从3月1号才开始做，那么做到现在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信号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而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没有啊，那么信号是比较少，交易的频率是比较低，那么主要是针对的是做一个稳定性，求稳。那么另外还有朋友问我们 CCCC 的系统，然后好多朋友问说这个东西啊特别多，有点乱。我其实觉得也特别不明白大家到底这个问题。如果这样的，就是我们这里比如说 buy to open， 然后呢这里面有 close 了，就之前的这个信号，大家看之前信号就是 buy to open 嘛，然后呢之前信号是 buy 嘛，所以说 buy 和 buy to open 之后，这不是两个都 close 吗？然后如果我们连这种分享，就是平常分享不是马后炮，然后或者说给你讲一个模棱两可，我看多英伟达到700，然后到了之后你看我说的真对吧？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具体的把每一个交易的一个买和卖，我都已经具体的写，或者说让机器写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呢，实时的大家可以推到最早的2021年的数据都有，所有的这个都有啊。那这样的话，如果每一个我甚至于最后没办法，还要去人肉尽量给大家去做一个解读，还要做心理的这么一个按摩。那么如果我们就分享成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就还不明白的话，那大家需要思考或者说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怎么样才能在市场中赚到钱？就是别人就得喂饭啊，得喂到嘴边上了之后还吃不了的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帮你赚到钱。也就是说，你不愿意，大多数人不愿意，既不愿意做功课啊，也不愿意去思考，就要跟单，但跟单还有要求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收益率比较高啊，像这个策略的话，大家看啊，我给大家分享过。今年的胜率 YTD 是78%，这是在8月17号的更新，但它的胜率只有35%。那么这个意味着中间我们止损非常小，要不停的有止损，对吧？那么这个地方来到多少？来到87%，就是连续赚了几笔之后来到87%，那我们胜率仍然在40%以下。那么历史10几年的平均收益都在胜率都在40%多，我们的盈亏比大约是1.4到1.3左右的这个区间。那么大家说了，那我们的群友说了，那你会说那这个地方胜率太低了，那跟不上，那我们就做了一个类似于胜率偏高，那么但是数量又少了，那数量少了又不行，还要每天都得做。所以说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你不可能在鱼和熊掌之间必须要兼得，你同时要获得高的收益，还得特别准，还得频繁去操作。这个您只能去找那个外面不管什么70-80%胜率的大神去，你去找那个大神，这个是不可能的啊。那我真正想帮助大家的，其实是实在是没办法，我真的想帮助大家是每天这种分析，如果那种分析每天都是分析，才能对你真正的负责。因为我的分析给大家一个启发，它还是我的交易，我每天都要做这些功课，而你真正要想在这个市场上赚钱，
要根据你的风险控制，你所谓的偏好去做你的交易。这一点我就稍微多说一句关于我们系统的这个问题。那好，我们现在呢去跟大家讲一讲对于英伟达的我们的一个思考。好，对于英伟达的思考，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的财报在这一季度非常非常的强。那么强到什么程度？强到了就是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厉害，但是呢，我就看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觉得怎么这么强，强到了让我觉得都已经不真了啊！强到的都觉得它已经不真了。所以说我在这段时间，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思考英伟达的这个走势和英伟达的这个东西。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事儿。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了，就是我在一个微信上，这个叫海豚口言上，他们做的一个图啊，就是英伟达数据中心业务，大家看这个是营收的增长是非常厉害、非常恐怖的非常恐怖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证明什么？证明在数据中心业务上，他们的增长，大家看 year over year 这个增长 revenue 多少100%的这样一个增长 ，quarter over quarter 是增加了这么多。那么本来它上个季度是多少呢？是2024年第一个季度是7个 billion， 那么现在直接给出了指引，后来指引就指引到了12个这个 billion， 然后呢是12个还是11个 billion， 那么直接这个次就是达到了13个 billion， 那么它又远超它的这个预期。然后大家看到最厉害的是什么？大家看23年的第二个季度和24年比，它的 gross margin 从 43% 直接提高了 70%。那这是非常非常离谱了。如此就是这是属于微软看了流泪这个苹果看了这个叹气，微软看了流泪的这么一个这个属于叫暴利就是这样的 gross margin， 就是 gross margin 达到70%多，这不是卖芯片的，这是卖毒品的，大家知道吗？这是卖毒品贩卖人口的，就是它是这样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你看到了之后非常让人惊掉下巴。如果是个小公司出了一个什么科技创新，这个完全都可以理解。但是这么大的体量搞成这样的话，大家甭说我们普通投资者，就是你的那些机构投资人，基本上都大跌眼镜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这里就针对英伟达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有了非常深刻的这么一个讨论。那么这里我贴了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数据中心业务涨了141%，到了一个什么10 billion。那么当然我当时我这个想法确实不对，就是当时第一想法就是不是很多的订单积压呢先付了款。但是从我们就讨论到，比如说 Discord 大家就讨论到了关于会计准则，就是这是不允许的，它一定是到了兜里的钱。那为什么这个营收会增了这么多包括你看它跟 ServiceNow VMware VPP SoftBank 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我可以看到的是，那么它到底是产能得到了非常大的增加吗？产能是有很大的增加吗？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是 operating expenses， 大家看2400、2500、2600，就增加了一点点。又意味着什么？它的成本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你看成本增加 10%， 然后呢收入增加 100%， 哇，那这个太厉害了，就是什么？这就叫做一个叫 profit margin 过程，说明它的定价权非常厉害。那么这个时候我当时想的是说，它是不是卖出了更多的芯片？那么其实我马上去，这是台积电的这个 revenue by 这个，大家台积电这个这是5纳米的这个产能和销量其实降低了就是5纳米这是降低了。那么 revenue by platform， 大家看这个 HPC 这里还是降低的，HPC 在降低，然后呢它的产能没有，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英伟达在这段时间并没有产生更多的芯片，就是英伟达的货没有增加非常多，也就是它的这个增长不是货增加了非常多所以说我当时想，就是它出了之后这个实在是想不明白。所以说我当时给大家想一个，就是晚上就说炒股真的是炒股炒到最后要什么地方都得专家还得抠这个细节，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想了半天我也不明白，之后呢就觉得有一个角度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说在这个8月23号我当时想了，就想不清楚了，我就不想了，换个角度，就是我在一个投行的研报中，我在这看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英伟达是 8% 的 beat， 然后呢而且是 way above 这个 straight 和 buy side expectations， 但是它 flow 是非常 quiet， 因为什么？因为是 relative full positioning。我当时一看就是英伟达这个地方的买盘有点买不动了，有点那意思，就是大家也是看不太清楚，搞不清楚，能买的都冲进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很容易引发一个买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第二天其实我在做一个交易计划的时候，当然没有去做空，
但是我想说这个地方抄底，我会一会儿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技术上怎么想的。那么这个位置上，我当时判断的是这个信息，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好，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说，从英伟达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理解它的一个基本面。我又看了一些文章啊，讲到的是说它的成本其实确实是讲到它成本没有太多的一个提高。我在微博上找了一个，然后我又在知乎上，还有是其他的英文网站上又找了一些关于它的讲解，大家都去在猜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英伟达的这个芯片产生了有点像当时挖矿一样疯狂的涨价效应，大家都在去争，都在去抢，然后英伟达可以把芯片的定价远远定高过以前的1倍和2倍。比如说原来他说这个成本，就是说这个 H100 可能是3500左右，那台积电就挣1000块钱，而且它的订单和产量是一样的，意味着台积电没有增加更多的产能，或者说收入更多，但是英伟达同样产生这些地方，要大家都来争，都来抢，那么他就坐地起价，是就地要钱。那么下一个季度他给出的这个预期竟然是116个 billion 的这个营收，那如果他再 B 的话，那相当于1-2年就翻大翻啊，那就不是一个咱们说的这个小公司一样，咱们这不是小毛片或者小动能股，这是大型公司有这样的业绩。那么大家就会有一个问题，就这个业绩是否可持续？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如果这个业绩可持续，那么这样的话，英伟达这个估值就太低了啊！你想想，100%增强的公司，那 PE 的话，大家注意 ，PE 是可以随便给的了。现在的 PE 大约是 4P 啊，但说现在的营收。这个季度2.5块，那么再增加，下个季度咱说再涨，比如16个 billion，那你就是怎么也3块多吧？那这一年下来小10块或者10块11块没问题。那么你10块11块的话，那你如果 P 40的话，它也400多，对吧？那你现在相当于说那你成长，咱们说如果成长100%的话，那你 P 可以给到理论值啊，咱们说理论值 P 给到150到300都没问题。那你现在要这乘上去的话，那它英伟达这个估值那就没法算，那至少1500、2000算了。确实有投行就给出1000多了，那么你就相当于是它是否能持续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难度极大，就是我也判断不了。但是呢，作为一个交易者来说，那么我在英伟达这上我能有抓到什么机会呢？我能抓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在交易之前，比如说我们看到ER之前，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英伟达在这段时间它所出现的一个就是期权的定价。在这个地方期权的定价特别的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跟大家讲讲，就是这两有个误区。比如说我们经常留言的人会说什么短线什么必死啊什么的什么，还有期权不能碰，期权必死，那是因为你在裸买期权，或者说你去赌博期权。而我们看到期权的定价非常贵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选择的一个策略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开铁鹰。好，那么我们为什么开铁鹰？大家看啊，就是在它上涨的前一天，就是最后2天呢，就是我们出 ER 23号、22号的时候，大家看这个22号的时候，它的期权定价已经来到了这个 IV percentile， 那个时候已经来到将近100%，然后 IV rank 是88%，那么意味着这个期权非常非常的贵。那么期权非常贵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就进卖方。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我做了一组非常激进的，因为我在想英伟达还有2天，我还可以再去持续操作。那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杀期权的话，我当然想啊，就是比如说它增长啊都 beat 了，或者说 meet expectation， 然后最后呢高开走低啊。当时我的猜测特有意思，我猜测就是说，就是如果 beat， 你看就是说 beat 给出展望，那么这个如果不能超过13 billion， 那么就有很大压力。那结果它真的就超过它了。那么超过它了之后呢，我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想先做一个激进的怎么做呢？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卖460和480的，大家看这个当时价格是多少呢？当时的价格是大约在400，就是470左右。那么上下就做10块钱，那相当于是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卖两边都特别紧，卖460和480，460的 put 480 call， 然后呢上下是40，因为就是说460的 put， 就是说上面卖的是480，不是上下20，上下卖的是480 500。大家看这里我讲了，第一组就是卖出480 500的 call spread， 然后再卖出460 400的 call spread。那么这个步长是20步长的铁鹰。那么这个铁鹰呢，我们收到权利金是14块4。然后呢，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英伟达比如一开10%几20%几，他就会把我这铁鹰打穿，那我最大的亏损是5块6，5块6。
好，那么第二组呢，就是我常规操作啊，常规操作呢，就是说这个胜率大约就是低收率，但因为什么？因为我营收比亏损大约是3倍。所以我大约胜率就是30%到50%之间。那么第二组呢是操作的是这种普通操作，那会儿大约是 Delta 0.25的铁银。那么我卖的是什么？开带了什么？510就是当时价格大约在440多啊。那么440多的440多到510将向上什么70，向下呢？上40，470嘛，向上40，向下40左右的。也就是说，大约我看到的是只要你的亏损在10%，就是你这个。英伟达周末收在10%以内，我这个都会盈利，所以这个是一组是7块多，所以两个开完之后呢，一共各开10组，那么我收到的权利金就是7块4分5加14块多，那么这个地方就是7块加14块20，正好是22。那么22的话，那么第二天高开在多少呢？我给大家看一眼，我们来看一下技术上怎么做这个。好，我们看到这就是23号不是高开吗？高开的时候，它就打到它的高点是打到了520。我一看520的话，其实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520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就是我两边的这个铁鹰，就是说不能就超过530的话，那我这又吃满了。就来到520之后，看，哎，它就有一回落。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夜盘的两个低点大约都在这个位置上，那差不多就是500附近这个位置。而它的开盘价，大家注意，开盘价是开在了这个位置上，而且直接就下来了。那么我就判断到，那么今天它这个位置上就不太能做多。那么我怎么判断呢？就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就是当它第一波刚下来都490左右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我的这个铁鹰，我看看啊，我就把我的这个铁鹰啊给它回收了啊，我给看一下，这回收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回收是11，从14块多回收11块多。大家可以看啊，我之前的这个铁鹰。大家看这个铁鹰其实已经把它打穿了，我这个是上面卖是500，是卖480、500的，下边呢是卖460、440的。大家想过没有？我开在500左右的时候，我已经是打穿了我的铁鹰，因为按理说我应该是亏多少？我应该亏掉一个啊5块多钱，但实际上没有。我开了之后为什么？因为期权的定价大幅的衰减。那么回到我们期权这个定价，大家看。这个期权定价的迅速的向衰减的时候，那期权又2天，我们，对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期权课程公开免费的部分，这个 Vega 就是这个期权定价 Vega 那个视频已经上传了，希望大家去看啊。然后呢 ，Theta 就是说我们那个时间上对我们也是有利。那么这一块大幅衰减之后，一开盘往下大幅衰减，我的这个第一组的这个铁鹰本来就就是激进铁鹰就回到了14、11块多，这马上就是3块钱0，哪怕就是说它开的是非常高的，哪怕就是如果它开的比如说就2%、1%的话，那这两组其实吃更多肉。那么我们其实是非常差的一个情形，就是开的非常高了，它还回收了11块多，因为这一组是3块多，那么那一组就是7块多铁鹰直接就划一半啊，从划一半，也就是说我们从22的成本啊回收就直接回收，早上一开盘啊，1个10分钟之内就回收到多少呢？这里就3块5出，那么3块4毛5出的话，大概这里直接就是7块4的一个盈利。那你一想，一组就是7块4嘛，7组7块4就是7400，对吧？7400。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上，这个740，对不对？那么你就算，如果你是哪怕有10组的话，那你这个其实盈利就是不错的了，对吧？盈利就是不错的。所以说你从这个位置上就可以看到，就是你的风险，就是我这里风险是可控的，就是我最大风险我也算到这个地方，我最大亏损就是560一组，那么我最大亏损就是5600，那么而且是它大高开，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你哪怕是高开冲破了我铁鹰的上沿，我最后的收入还可以是赚钱，就是因为期权定价太贵了。那么你还可以说，就是说那天如果我拿到收盘，最后它是跌这道回来，那我或者说我拿到周五收盘的这个位置上，才正好是460，那我这两边正好全部都什么呀？全部都吃光了。那这我22块钱是整个全部拿完。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在交易，就是我在判断的时候，我确实判断不出来，那英伟达我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做了一个，但我能看到它期权贵，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有edge了，就是我们的交易的这么一个机会。那我希望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就是平常我们短线交易不是跟长线交易它其实没有差别，不是说我短线交易就是赌博，你长线交易就是投资。
不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时候你投资的那些股票不具投资价值，你以为你是投资，其实你在里面其实你就是被套了。就是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我们不管是短线还是长线，你要分析的方向不一样。长期的话，我们一定要对公司的基本面和它的长期的护城河有深刻的认识，你有非常高瞻远瞩大的咱们称为 vision 格局。但是短线的话，我们找的就是技术活，就是咱说挣大钱靠命啊，靠格局，靠这个什么知识，靠人脉，靠信息。小的地方操作靠什么？靠的是活，靠的是细致，靠的是每天不断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功课。那么整个这就是我英伟达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案例。好，那么对英伟达的走势，我们再多说两句，就是从我们全民看好英伟达，它出现了乌云盖顶，就是一放量一下跌之后，又变成了要全民做空英伟达。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 sentiment 的一个情感因素变化太大了。我不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非常好做空的标的，我到现在我也不认为。那如果你要真的去做空它，大家注意，一定要在这个所谓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假突破的这个线，也就是在480这个位置上进行止损。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我们不做空它，是原因什么？我特别难在下面找做空的目标位啊，就是你在这个位上我止损位找到了，那差不多20，那我向下的空间有没有20到404？可能这就形成支撑。大家看，这是一个成交区嘛？那我可能就1:1是不能开仓的，至少要1:3以上才开仓，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一定能吃满，就是你的预期，对不对？所以说我这个位置上我就不知道向下我的空间多大，我没法算向下的空间，对吧？那你这个位置上你要问我说上涨的这个趋势是不是有可能终结？我认为有可能终结，但是上涨的趋势的终结不代表说就是下跌趋势的开启，因为你还有一个盘整在这里。如果它在这里开盘整，而且这个公司又不是没有先例，之前的这个盘整直接盘1年，它完全可以去消化市场出现的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从技术面上，我们说，我之前特意就是有一个猜想，我不知道跟大家再讲一讲，就刚才可能没有讲，就是我这有一个猜想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英伟达在这个地方卖的那么好，又卖的特别多，那么 AMD 和苹果会不会倒霉？我在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对于 AMD 来说，那么就是我们整个计算就对 CPU 的需求变低了，那对我们来CPU 的需求降低，那大家都去做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咱们说 CUDA 的这个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对 AMD 的压力就是非常非常大。那么 AMD 正好那天就暴跌，那么就实现，就是说，对，就是这个我的这个预期可能就兑现了。那么这个地方我就不能轻易抄底了，我会再观察它的走势，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想不明白的问题就不参与。但是我想说，英伟达的这个走势，我这里不会特别看空。我认为这个位置上搞不好就是个震荡，或者说还有可能向上攻，甚至于我们下周的一个领涨还是靠这个哼哈二将哼哈二代带它上。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我们这里呢，我没有开就是这里有买点，而大家看黄线这里有买点，但是我没有在这里做，我要等它，还是我们的严格按照交易计划来，就是说，当它这个走势，我们看到30分钟。我要看到特斯拉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构出来，那么这个明确的结构出来之后，它要把上面的一个套牢盘进行一个向下的消化。那么现在没有看到有这个情况在发生，但是它不充分，就像之前这段时间这个地方的一个买点，大家看你在这个地方有一大缺口，又是 ABC 的情况下，大家看这是一个弱势盘。但是它要在这个地方花时间，还是也放量攒量的情况下，把上面的这些套牢盘在不断的向下进行一个换手。我必须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才有特斯拉下一季的开始。那么我们还是那句话，大家注意，我们做了大盘的分析、个股的分析、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我希望的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的看多，或者是看空，或者是怎么样，而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分析交易，这样帮你找到我们交易中的这个edge那么这是我们的屏幕上这是我们 Discord， 我们的 Discord 是付费的不是免费的。那么我们的系统，我希望的是为大家做出一个华人的自助餐，但是我现在也非常的理解到，对于大多数来说下不去嘴，也不知道该怎么吃。我能做到的就是把我的餐食做好，至少你不会拉肚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视频，别忘了点赞、分享、转发。我们下次见，拜拜。